Hello 呢，大家好，我是小叶，欢迎回来小叶的东山 Together。今天是新手教学的第36集。今天这集呢，我打算要来把那个火烧女王峰的装置盖回来哦，因为之前被东王拆掉之后，一直都没有把它盖回来了。那当然途中有用到2次 Wendy 去直接把它杀掉这样子了，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那个火烧装置啦。所以我这边先整理一下我的身上的东西吧，然后等等去把那个装置盖回来哦。哇，这些遗迹带回来的东西我都没有整理到。我看一下法杖的话是放这里，然后宝石类的，那这个换黄金吧，反正它是换黄金。还有一些怪物肉啦。哇，这些完全不想煮哦。找个时间也会出海一下，拿个海盐，可能下一集吧。该来出一个海了，拿一些海盐回来啊，不然我没办法做一个叫做盐香的东西哦。盐香的话，它有4倍的保鲜值哦，等于冰箱的2倍啦。冰箱是2倍保鲜值这样子，它用来放肉的话，可以保鲜更久这样子，我就可以很久很久才煮一次食物了。不会说现在看到又想煮一煮这样子了。好，这个先不管了，我们先整理一下身上东西哦。小柳死掉了，下一只太久没有顾它了。然后，基本上这些都是平常会带着的了。好，拿个眼球伞啦。然后剩下1天左右就是剩下2天就是秋天了。秋天平常不会下雨啦，那我就不要再补雷就好了，就不要让小鹅再转了，不然的话秋天下雨就不是很好。哇，这边还有一些黄掉的了，就等机器人吃吧，反正它又没差。冷石应该也不用带了啦。来，我看一下哦，那边的东西好像还没拆啦，所以我需要用到一个锤子，然后应该够不够？我们多盖一个。那需要一些的岩石。哇，我的岩石也没很多不知道够不够啦。盖个锤子，好。那这些基础资源就不要带在身上了。那等等还需要那个木牌小木牌。小木牌的话，我看一下，总共需要60个木牌嘛，60个，所以我们先盖。好，那这边就放包包里面吧，60个木牌，然后还要额外2个。额外2个是用来做灭火判定的。额外2个灭火判定的话，我记得之前是有剩一些，没有好吧，那就多做1个。好，那需要2个就好了，所以这个放到这边吧。还需要一个斧头，因为那边的树可能要烧一烧这样子哦。火把拿1个吧。好。那我们就过去那边看看。那这一次火烧女王峰的装置，我也稍微做了一下改良啦。我自己私底下测试，这一个版本是可以4季都能烧，下雨也能烧这样子哦。那当然，如果是太大雨的话，会灭掉了，有几率。那基本上很多情况都能烧这样子哦。我现在等一下会盖的那个新版本，然后我们卡进去的生物就不会再用流了。我们之前打克劳斯有留到2只的无眼鹿嘛，虽然我已经留了好多次哦，克劳斯都被我杀了3次了吧。那反正最后现在有留到2只啦，它在那个落叶森林那边啦，桦树森林那边啦，所以到时候我们去把它赶过来这边，然后把它推进去就好了。选择无眼鹿的好处是因为它很乖无眼鹿你靠近它的话，它不会乱跑，它跟电羊不一样。你要用电羊也是可以啦，可是电羊要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打雷会劈到它会生气之类的这些都要处理，比较麻烦这样子那这边的东西可能要稍微烧一下，因为这个新版本的火烧装置，我会把那个雪球机盖在这边那我要不要带一些地皮过来铺一下好了？反正我们有那个嘛，对不对？流毛地皮嘛。不过比较可惜的是，火烧装置没办法盖对称，
因为它中间是单格石墙，有点不是很舒服，强迫症表示。来，我看一下哦，地皮的话，我之前整理在这边啦，哇，还蛮多的啦。然后夏天最后一天呢，就不用带那个冷石了，夏天最后一天那个气温就开始降下来了。那新版的这个盖法这部分，关那个生物的部分应该是没改变哦，关生物的部分是一模一样的。那你会看到它没办法对称啊，有点不是很舒服，不过没办法。我看一下，我们先放地皮好了，等等我们再改点东西，我们先盖。这个地皮我可以改成另外那个龙吟地皮哦，那龙吟地皮可以做一些特殊的用法啊，这个等一下再讲。那我们看一下怎么盖好看一点啦，虽然说没办法对称，那也没办法的啦。这边2格是用来放那个木牌的，就是到时候烧女王蜂用的木牌，所以两边30，烦死了。OK， 那我看一下哦，两边30，我们先盖那个吧。之前的火烧装置是从这里这样子嘛，那这边是关，中间这边是关那个生物嘛，然后这个我们都可以先盖 ，OK， 那这边也是，好，那之前小木牌是插这一个位置，可是我现在改成说插这一个位置，这里，好，那插在这边的好处就是1年4季都能烧，那当然那个下雨啊。还是什么的，有可能会影响到啦。不过你就选不要下太大雨的话，基本上春天都可以烧了，1年4季都可以了。以前的那个方法就是，等一下，以前那个方法就是春天不能烧啦，比较可惜啦。不过现在这个方法春天都可以了。这要抄掉一下，不然盖不到那个木牌。这个只要你抓好第一格的位置，抓好放第一个的位置，那就不要再动的话，应该是可以连续插了。好 ，OK， 然后剩下30个是这边，敲开一下。OK， 那再来就是这个雪球机，雪球机的话。就注意一下，其实它因为这个插法很靠近了，所以你往前盖上面一点点就会灭到前面那一个了。然后它要跟一个石墙做对称，那它要跟这一个石墙的位置做对称，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石墙，我看一下啊，它是这一个，稍微这边盖一个，这边盖一个石墙 ，OK。那等等，这个雪球机要跟这个石墙的格子，就是这边。这个石墙这一个嘛，往下拉这样子，那要拉到多远呢？就是要看那个了，布牌的位置哦。OK， 那这个你好像看到，它有接触到前面燃烧的木牌，其实没有哦，它看起来好像有而已哦。可是这一个就不行了，这一个的话就会变成说。后面那个判断物就没办法灭到，所以一定要这一个。那我们就盖下去。OK， 那你就可以测试一次了。那它不会灭的哦。好，那你看到这边这个雪球机喷的顺序，先灭这个，再灭这个，那基本上就是没问题的了。那这台装置要把它关掉的方式很简单，你随便丢一个草在这里。那因为这个草或是流毛会在这个燃烧范围，在这个雪球机范围，这样子就灭掉了。这个会比起以前的那个版本灭口更容易啊，一台雪球机就解决了。只是打完女王蜂，你就这边丢一个东西，等它灭就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把那个无眼鹿带过来哦。
哦，那看一下这边地皮也可以改一改啦，改一改吧。有点不对称，有点不是很好看，也没办法啦，也没办法啦。那只能多盖几张地皮，然后骗一下自己吧。那虽然说雪球机在这里啊，可是我们挂网的地方还是那个这边，然后那个光圈范围外，所以这边到时候可以盖个熔银炉啊，然后冰箱啊，然后盖一只灯在这里啊，就会让你什么时候、什么季节都可以来烧，不会说过冷过热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去带那个无眼路过来哦。无眼路被我放在那个了，上面这里了。无眼路，看一下，不知道它乱跑到哪里去了。上一次在这边打完有2只啦，看起来不在这边呢，可能它已经跑开了啦，因为我没有再管它，它就乱跑了。好吧，那可能要啊，这里，好，这边有一只啊，先打它。我家附近也有一只啦，我家附近有一只，就打它一下，然后这里也有，好，等一下我们就带这2只，打它一下，跟着它后面它就会乱跑了。来，那现在先等它冷静一下了，先等它冷静一下，我们等它冷静一下再靠近，它没有乱跑就可以了。这个石墙挡到。好，那把它推过去吧。无眼路好处就是这样子了，它不会乱跑啊，所以它很好就可以推动。当然你不要打它就好了，打它的话它一定会乱跑。那这个一定要关延迟补偿才能推哦。然后你推的时候速度也不要走得太快了，不然还蛮麻烦的。我现在充电状态跑得有点快啊。来，进去。看一下哦，这边我们就先放那个石墙。进去。好，先放这石墙。等这一格地皮啦，这个地皮我们可以改成熔银地皮哦。那这边这个石墙等可以测试用那个木门，如果用木门的话，我们以后就可以开门去捡无眼路的东西。如果你不是用门的话，你这边就要打掉这个石墙，然后就是你可能就直接打到没有，或者用锤子敲开，然后就是要进去这样子进去捡那个东西，捡完东西就是用这个修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不用门的方法，那不用门的方法是一定成功了。等一下换那个熔银地皮，看一下用门的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改成用门，那就每次开门进去捡就好了。那我们带另外一只过来吧。好，我看看能不能跑出来哦，我看一下，好像不行哦，好吧。可以，好。好，那我先去那个做2对门过来试试吗？我们先试那个啦，女王蜂啦。那烧死它要多久这样子啦？因为如果一个正常的火烧装置，那烧起来那个时间应该是4分钟左右哦。4分钟内如果没有烧死的话，就是失败了。那我先跑回去拿个灯好了。那东西应该都不需要那个吧？来，我们顺便盖那个冰箱在身上。避雷针也要啦，避雷针也要，好，不然那边被劈到也是蛮麻烦的。被劈到无眼路就会烧死它了，所以避雷针也要。然后冰箱有了，再来就是那个熔银炉，熔银炉需要的是多一个熔银箱熔银箱需要木板。OK， 地皮还够吗？带一些吧。带过去。这些灯都灭掉了啦，差不多啦。我们下一集应该会来讲那个冬季盛宴的活动哦。
啊，这边先预告一下啊，冬季盛宴的活动啊，如果你是调那个活动自动的话呢，圣诞节的那几个月官方会把你的伺服器更新到那个冬季盛宴的活动。那当然也是可以透过指令或者是模组的方式，让你提前进入圣诞节哦，就是提前切换到那个活动这样子。我应该会装模组来切换吧。那切换到那个冬季盛宴，我们可以达到一些东西哦，那些东西可以让那个灯可以永亮哦，就不需要一直补充这样子哦。好，我们来测试看看咯，先烧一次女王蜂咯。那等等烧的时候再把身上的东西盖出来啊。然后要计算一下时间啦。那我现在录影时间的时候是29分20秒。然后看一下这边东西可能要稍微放远一点，这里拉开一点也没问题的。这个线是安全线啦，不过你站远一点也不会说它会跑掉，可是就不要太远了啦。那我们就会在这边盖一个我们挂机的区域就好了。那边在烧女王蜂，我们在这边盖东西，真的好吗？好没有排面哦，女王蜂。那中间当然是盖灯了啦，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菇皮，所以就先没办法。那这边冰箱、龙吟炉，啊，这些都是不会烧起来的。所以不用担心说那个烧起来的问题。然后啊，这个萤火把它拆掉吧。哇，居然会烫哎！然后需要一个避雷针啦。到时候这里是灯，我们避雷针可能要盖前面一点啊。避雷针，应该没事吧？好，然后这边盖一个龙吟箱。盖这里了，这样子我用一个地皮就好。这个箱子是用来放女王蜂需要用到的东西啊，锤子啊、火把啊这种，都不用放在地面上了。来看一下哦，现在已经过了2分钟，有了，女王蜂有叫了啦，所以这个已经有低于半血了啦，所以看起来这个火烧装置是合格的。我私底下也做了很多确认的啦。那这个基本上是1年4季都能烧啦。那如果你们有在哪一个季节烧的时候出现问题啊，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吧。因为毕竟我一个人自己去测试，也有可能有失误遗忘的东西吧。那目前看起来，它只要有4分内死掉的话，就是有成功了这个火烧装置。OK， 我这边看到的时间是4分，没到4分啦，大概3分40几秒左右。好，那东西掉进去的话，这边的做法就是敲开这一个，然后去捡。好，那当然我们这个等等用那个什么啊，木牌来测试，门来测试看看行不行。然后灭口。放朵花在这边等它烧。OK， 来准备2对门，2对门这里。那龙吟地皮我记得之前是不是有剩啊？没剩了，那就自己盖一个吧。啊，有剩3张，我们要1张就好了。来，我们试试看哦。这边龙吟地皮，放这一个龙吟地皮的话，可以减低这边火，烧过来蔓延过来的那个，它可以减低火的蔓延啦，龙吟地皮的效果。那如果能减低火的蔓延的话，就让这个门没有那么容易烧起来，因为这对门烧起来的话，无眼路就跑出去了，或者是那个无眼路就会被烧死这样子哦，所以这个门一定不能烧起来。哦，这个盖起来好像有点丑啊。算了，不管了。那我们就点火看看咯。OK， 看起来门是不会被烧到。我们让它稍微烧一阵子。哦吼，不行了，门还是被烧到。门还是会被烧到。
那先灭一个火。我看一下哦，这个门应该是有放在这个地皮里面的哦，这个地皮里面都有吃到这个效果。那如果我把它改成，我感觉改成这边会作死哎。那这样子就很难烧到这边了。哎，可以，可是很难烧到旁边这个，所以这边是不行哦。对，这个不行。看一下哦，那没办法了啦。哦，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这边不能用文了。快回来吧。回去。那你们可能盖底下一点，盖底下一点。那门盖在这一个位置，然后上面这边一样是龙吟地皮。那这有可能可以挡得住，那我这边这个盖法就不行了，那没关系啦，我们就用这个石墙敲开都一样啦，底下一点，在这边，好，然后看一下哦，这边是上来门之后是上来3格嘛，这个是无言路，所以木牌是插在，插在也不行。这样子木牌会插在这个龙吟地皮里面，对，所以这样子也不行。可能要再试咯。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研究看看啦。是可以透过用龙吟地皮的方法，让那个木牌烧不到木板。可是这个我自己今天也是第一次研究，可能我再试一下研究看看，然后再有结论，我再把这个装置改良吧。那这样子的话，这边补个地皮就好了。基本上这样子了。以后都是过来这边烧，然后下面是挂网区，补个灯就好了。这里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先玩到这边吧。喜欢的影片请帮忙按个赞，有想靠这次的更多动画提到的新手教学就记得订阅，或者有想法不能放也是底下人给我是小叶，我们下一集再见。